原谅不是健忘，是释放自己。你根本就是为了孩子才没离婚吧？他只是气话，但他记了3年，他也后悔了，甚至忘了当初是怎样的对话让自己说出这句狠话。但他却像刻录机一样，3年如一日，对那句话的记忆清晰如初。他不是不想原谅，他们去过婚姻辅导，参加小组，连婚礼誓言都翻出来重读过。他也说过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可是每当他稍微语气重一点，表情冷一点，忘记倒垃圾一次，他的内心就会跳出那句话，你根本就是为了孩子才没离婚吧？那一刻他不是在生气，而是再次感受到自己不被爱，不被选择，不被珍惜。他问自己无数次，我是不是太小气了？是不是我原谅不够？是不是我应该忘了他？这课程的答案是不，你不是该忘掉，你是该释放。原谅不是健忘，不是抹去记忆，而是换一种姿态面对它。有个错误观念在许多婚姻中流传，如果你真的原谅了，就不应该还记得。但这句话错得离谱，大脑不是橡皮擦，感情也不是剪贴布，哪能说忘就忘？更何况那些受伤的时刻是真实发生过，曾深深影响过你的。原谅不是失忆，不是硬把过去压下，装作没事。原谅是一种选择，是选择不再让过去的错主宰现在的你。就像伤疤不会消失，但它从疼痛变成记号，从记号变成故事，最后变成提醒你曾经撑过的勋章。原谅不是让对方赢，而是让你自己不再被那段伤困住。在婚姻中，原谅常常听起来像是一种让步，尤其当对方根本没有认真道歉，没有改变，甚至还觉得你怎么还在计较时，原谅就像是一种懦弱的投降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真正的原谅是强者的选择，它不是帮对方开脱，而是帮自己开门。就像一位太太说的，我原本以为只要我不原谅他，他就会永远知道我受伤，但后来我发现，我一直困在那个牢笼里的不是他，是我。在那次冲突后，他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不再笑，不再撒娇，不再打开心说话。他以为是保护自己，但其实是让自己活成了一个只会监视痛苦的人。当他开始学习原谅，他不是在替那句话找借口，而是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出路。他说，我不是因为他值得，而是因为我值得释放我自己。但请记住，原谅是过去式，信任是现在进行式。很多人说我原谅你了，但话语背后的表情是，但我再也不会信你了。这不是虚伪，而是人性。原谅和信任是2件事。原谅是放下对方伤害你的那一刻，不再拿它来惩罚他，也不再折磨自己。但信任是需要时间建造的。你可以原谅一个说谎的人，但要重新信任他，就得看他是否愿意诚实说话，一次又一次。你可以原谅一个伤害过你的人，但是否重新交托心给他，要看他是否用行动照顾那颗心。所以不要强迫自己原谅了就要信任，那只会让你在委屈中更痛。请记住，原谅是一种开始，不是终点。信任是一道路，不是一瞬。有个真实故事令人难忘，
一位妻子原谅丈夫背叛多年，朋友们都觉得她太傻，她却说：我不是因为他值得原谅，而是因为我不值得永远苦下去。这句话值得写进心里。婚姻里的伤有时很深，深到你一想到那个人，心就又缩了一次。但如果你每天都用你伤我这个镜头来检视对方，那你不但无法疗伤，还会持续的把那道伤变成你自我认同的一部分。你是那个受伤的人，但你不该永远活成那个受害者。原谅让你不再每天绑在那段记忆上重播，让你开始转身去过你自己的新日子。你不在原地不动，是因为你选择了放手。你无需假装没事，但你能选择不再让伤痛掌控你。有些夫妻走进婚姻重建课时，最大的困难是表面和平，内心冰封。你问他，你原谅他了吗？他说，有啊，我没再提了。但他眼神冷漠，话语防备，连牵手都觉得别扭。那不是原谅，那是压抑。真正的原谅不是压住情绪，而是让情绪走完，哭过，气过，说过，然后你终于不再需要它了。就像一个结痂的伤口，会痒，会不舒服，甚至会想抠掉，但你忍住了，慢慢的它愈合了。不是你忘了它曾经存在，而是你知道它不再决定你的感受。原谅不是叫你装没事，而是你选择即使曾受伤，我仍选择自由。当你真的原谅了，你会发现你回来了，不是他。最深的原谅从来不是为了改变对方，而是你自己终于找回那个曾经被痛苦偷走的你。你会重新笑，重新期待，重新想跟对方好好说话，不是因为他变完美了，而是因为你放下了那一条我必须记得所有痛苦来保护自己的重担。婚姻中最强的人，不是没有被伤害过的人，而是被伤害过还能选择爱，选择释放，选择继续往前的人。结语，原谅是你送给自己的自由之门。你可以记得所有过去的痛，但你也可以选择不让他们绑架你的人生。你不是健忘，而是更坚强。你不是认输，而是更自由。你原谅不是因为他改变了，而是因为你选择不再困住自己。愿你在婚姻的伤痛中学会释放，学会重新出发，不一定完美，但一定更自由。